人，右边这路邪门啊！这地方哪来的石板？不颠了。为何？停车！是。殿下。怪事。这路怎么全是硬石板，半点泥渣不沾？3年前我听闻此地恶殍遍野，今天我亲眼所见，为何会和传闻差距如此大？奴才不知道。大人是头回进城？是的，我们出门游玩，第一次来这苍渊城。苍渊城3年前确实如大人所说那样苍凉，但现在的苍渊城大道全是水泥铺的，街边木桶、垃圾桶随处摆，车马必须靠右行驶。如此这般确实会改变一座城，但是想改变3年前的苍渊城，怕是不够。当然不够，还有这乱土体、车轮压线，全都要罚铜板。城外万顷良田绿油油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都是那个当年被绑在刑场，马上就要被砍脑袋的新任知府做的。正是。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待斩囚犯，硬生生把一座死人荒城修成西北头等富庶大城？没想到这新任知府能力不小。老人家，可否讲讲这位知府的故事？这还得从3年前的刑场说起。我原本是现代农学博士，还当过野战兵。实验室爆炸出事，一睁眼穿越到大境，原主被连年天灾、层层贪官盘剥，扛不住重压疾病身亡。现在黑锅全到我头上。午时已到，斩立决！刀下留人！我有办法根治灾荒，救活全城百姓。死囚谣言晃众，继续行刑。倘若我人头落地，全城百姓再无活命出路，数万饥民走投无路，赵大人觉得他们会安分守己？乡亲们，陆大人能救我们活命，他要是被杀，咱们早晚饿死街头。对，陆大人不能死，我们要活下去。我同城中3大烈山串通私吞赈灾官粮，陆晨真救活灾民，往后贪墨劣行迟早败露。可今日执意斩他，数万流民暴乱起事，我顷刻间就要大祸临头。杀或留，全在大人一念之间。松绑！立刻松绑！大人，官仓尽数清点完毕，仓中空空如也，没有半粒存粮。此地连续3年大旱，瘟疫蔓延，南城每日都有百姓冻饿身亡，城中井水浑浊难饮。依下官之见，您尽早写下陈情遗书，尚且能保全性命。小兵通天灾连年，土地绝收，赈灾粮被层层克扣，苍渊濒临覆灭。大人，如今苍渊城缺水缺粮，城外流民围堵府门，今日看不到口粮，怕是就要破门作乱。缺粮就就地筹措，缺水就掘井引水，法度帮坏便重新立规矩。我不会坐以待毙，我要把这座濒死荒城建成大境西北的粮仓。大人切莫口出狂言，苍渊积弊整整3年，前任知府卷走府库银两潜逃，更何况还有一大堆流民累赘。苍渊城早已是无力回天的死地，流民从不是累赘，是重修城池的劳力。即刻明中传令，召集百姓齐聚府衙门前。贸然拒举流民，一旦管束不住，府衙顷刻间就会被捣毁。只有凑齐人手，全城才有活命机会。推行以工换粮，清扫街巷、诊治病患，都能换口粮。陆知府，乡亲们已经3日水米未沾，再没有粮食，我们只能硬闯府衙寻活路。再没有粮食，我们只能硬闯府衙寻活路。各位放心，粮食有的，但城中发生事情太多，
需一步步来。第一步，先遏制瘟疫，清理垃圾污秽，开凿新水源，稳住民心，便是盘活苍渊的开端。官仓早已无存粮，但我定下以工换粮规矩，大家若出力清扫街巷，傍晚便能领取1碗热粥。空口说白话，您拿什么熬粥分粮？动用府衙仅剩的存粮，今日开工干活，傍晚收工之后，做工之人每人1碗热粥。库房存粮只够衙门5日吃食，全数拿出去煮粥。往后衙使众人断了口粮，万万不可冲动，死守存粮，坐等百姓暴乱破城，不如借粮食收拢民心，盘活整座城市。短期消耗库存看似亏损，收拢人力，清理全城无坠，才能从根源掐断瘟疫根头。我信大人一次，想要喝粥活命，即刻拿起木棍清扫街边垃圾。早知道干活就能换粥，我方才就动手了。明天一早我必来做工。总算暂时稳住民心，今夜能暂且安稳。这只是临时办法，城中垃圾遍地，污水横流，瘟疫日日夺走性命，这才是心腹大患。明日划分片区，将患病百姓集中安置调养。刚刚安定民心，骤然隔离病患，极易激起民愤。继续拖延，瘟疫席卷整座城池，到时候没人能够活下来。1碗热粥稳住人心，但瘟疫是悬在苍渊头顶的利刃，分区隔离是唯一破局办法。赵邦氏早已暗中授意乡绅派人士，暗流从未停歇。全城以10字大街分界划为3块区域：垃圾区、危房区、城郊病患安置区。百姓禁止跨区走动，所有发热咳喘之人，统一送往城郊破庙休养。把亲人丢去荒郊破庙，缺衣疏食和活埋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绝不行从。属下早言不可急躁，眼下百姓动怒，不如暂时收回政令。瘟疫并非天降天罚，垃圾堆积污染饮水，人饮用脏水才染病，魂居只会交叉传染，集中隔离才是救命之策。陆大人许诺做工换粮全数兑现，绝非贪官污吏。破庙疫病肆虐，大人亲身前往太过凶险，防疫是重中之重，我不能置身事外。来人，备马。破庙已经病死病人，陆知府借安置之名草菅人命。陆大人亲自驻守庙内，绝无谋害百姓之心，切莫听信谣言，冲动闹事。1人死于食物中毒，1人死于细菌感染，看来已经有人不安分了。2人离世和集中安置无关，1人误食霉烂野菜中毒，1人直接饮用未烧开的脏水暴毙。草木灰能够杀菌消毒，往后所有饮用水必须煮沸。轻症露天休养，重症单独隔间看护。是。即日起，敢散播谣言者，处割舌之刑。陈大根带人日日巡查。是赵帮师收受3大乡绅好处，拿银子指使我们污染水源，散播死人谣言，搅乱防疫举措。带他们去安置区，我去和陆大人汇报一声。原来是我们错怪陆大人了。果然赵帮氏与劣绅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真派人过来捣乱。接下来看陈大给他们的了。大人，我们抓住蓄意火烧粥铺的歹徒了。是城内张王李3名乡绅出钱雇我们纵火，只要烧掉粥棚，断掉百姓口粮，大人以工换粮的法子自然作废。赵帮氏和3大劣绅联手划分往年赈灾官粮，3人垄断全城存粮，借着天灾哄抬粮价牟利。我的惠民巨措断了他们财路，才不惜铤而走险，雇凶行凶。这3位乡绅背靠省城高官，没有布政司文书，贸然查抄宅院，大人轻则罢官，重则被判擅查乡绅的死罪。
任由劣绅囤粮囤米，坐看满城百姓饿死，我这个代理知府才是渎职死罪。坐看满城百姓饿死，我这个代理知府才是渎职死罪。只要大人下令，我带着做工匠人配合衙役封宅查粮，证据俱全，明日依法封粮仓，囤积粮食全数用来赈灾。三人靠山身居省府，一纸私信便能上书弹劾，风险实在太大。你带领青壮配合衙役封锁街巷，隔绝闲杂人等。我带人入院核验私囤粮食，严守律法，绝不惊扰无辜邻里。是，我家老爷有省府高官亲笔书信，区代理知府无权封宅，囤粮抬价雇凶纵火害民，罪证确凿。本官临时封自存粮，合乎府衙律法，阻拦办案一律同罪收押。省府同僚亲笔手书在此，3日之内，我必定上书罢黜你的官职。不过一个代理知府，怎配与我等作对？劝你趁早收手，样能保全自身。就是，你若执意查抄，不出3日，你定然丢官获罪。不出3日，你定然丢官获罪。省城官场盘根错节，就算流程合规，对方刻意罗编罪名，依旧麻烦缠身。灾情当头，囤粮见死不救已是重罪。案卷连同粮部即刻快马送往省府。这批查抄劣绅赃粮，全部归入府衙，震动公仓。往后百姓以工换粥，开荒加餐，全都从这批存粮劣支补上府库空虚。地窖囤粮被官府抄走，咱们暴利生意彻底被毁，必须想办法反击。传令全城所有粮铺同步落锁闭市。市面断粮之后，百姓缺粮挨饿，自然会迁怒陆沉。赵大人已经拿到省府手令，诸位只管封店，后续损失自有上面官员补偿兜底。省府下发文书，勒令大人归还查抄粮食，全城粮商集体罢市，城内饥荒再度恶化。贪墨而来的官粮本就该赈济灾民，绝不可能还给劣绅。一半调拨城郊病患安置点，剩余粮食继续维持以工换粥。我已集齐赵邦氏勾结劣绅贪粮纵火的全套证据，早已派人加急送往御史台。立刻传令城郊驻防，抽调500兵丁，天亮带兵合围府衙，强行捉拿陆沉归案。陆沉私封乡绅粮仓，煽动民间存粮，奉省府公文，即刻索拿入狱，并是破门拿人。陆大人清扫疫病，开棚放粥，救了满城老小性命。想要捉拿大人，就得从我们身上踏过去。大人，百姓抱团死守，强势动手，一意激起大规模民变，咱们承担不起罪责。本想借官兵武力强行拿人，没想到陆沉短短10日收服全城民心，硬闯只会引火烧身。民心所向，赵邦氏今日注定无功而返。暂且撤兵，我另寻阴招除掉陆沉。老朽从前随军行医，深谙时疫医治之法。听闻大人舍身救民，特意携带祖传药方前来投奔效力。如今城内疫病尚未干除，老先生前来，算是帮了天大的忙。如今城内疫病尚未干除，老先生前来，算是帮了天大的忙。现在不少女眷病患碍于礼教，不愿让我一个老翁诊脉，轻症拖成重病。眼下城内防疫最缺一名女医，若是有女大夫协助，能救下无数妇人儿童。我会命人在流民之中寻访女医者。污水藏病菌，草木灰抑菌，所有入口饮水必须彻底煮沸。短短数日，原本日日死人的破庙，疫病死亡率直接大跌。大人的法子当真神妙。
之前只提防明面上的赵帮势与劣绅，没想到暗处还有隐秘黑手暗中作祟，刻意在南城下毒，制造恐慌。你暗中派人乔装巡查南城街巷，紧盯可疑之人。大人，短短1天，南城接连10几口人莫名高热身亡，求您救救剩下的人！立刻封锁南城所有出入口，严禁人员随意进出，隔断疫病向外扩散。病症和往年瘟疫一致，都是饮用被污染的脏水所致。整片区域浅层地泄下水全被粪污垃圾浸染。既然地表水不能饮用，立刻全城选址深挖山井，取用深层活水，从根源断除疫源，一下子征召数百民夫挖井。麻绳、铁飞这些耗材用量巨大，府衙库存勉强只够半数。库房存量我亲自盘点过，备货充足，即刻传令，今日务必把物料送到城郊工地。陆大人，说好一早发放铁锨麻绳，我们空等大半日，啥工具都没见着。库房物资短缺，上头还未调拨，只能继续等候。昨日清点库房，各类凿井物料储备充足，为何一夜凭空不见？再不给工具，我们绝不干活，直接散伙！我们绝不干活，直接散伙！不用多想，定是赵邦申暗中派人截留物料，刻意阻挠挖井。既然制式工具被卡，咱们就地取材，把民工分成数队，进山砍伐硬木，自制木铲，原木拧绳顶替麻绳。大人，井已经挖到石头层了，是不是快出水了？忙活这么多天，井里一滴水都没有，大人这法子根本行不通，白白受累挨饿，这活我们不干了。耗费数日力气挖井，井底干巴巴，滴水全无，再继续干也是白费口粮。大家稍安勿躁，陆大人绝不会无故折腾众人。我方才下井查过，原先井位卡在后岩层，水脉偏了，挪20步重新开掘就行。今日全员加餐添粥，井成之后额外高发口粮。接连耗粮停工，再加餐赈济，府衙存粮压力太大。粮食花在饮水活命上不算浪费，立刻调拨存粮。今日所有劳工加餐吃肉粥，后续水井出水，再加发半月口粮。出水了，真的挖出活水了！连日喝上精水，身上高热慢慢退了，再也没有新添染病之人。往后全城饮用水必须煮沸，从源头杜绝污水治病。如实交代身份，可留一条活路。我等是黄间先锋密探，主力缺粮挨饿，数百人马藏在附近山村，随时准备劫掠苍渊。贼寇已经动手屠村抢粮了。大人，贼寇凶残屠村，咱们不能坐等对方打过来。此前我早已行文上报省府获批，依规甄选流民青壮，设立官府备案乡勇，平日务农闲时操练自保。眼下敌情紧迫，即刻抽调乡勇，依托山势挖壕设陷布防。我早年野战所学的伏击战法，刚好用来御敌。这处山谷偏僻，正好就地休整。我操！大人饶命！但凡愿意放下兵刃，跟着百姓开荒种地，官府无偿分配荒地，收成自给自足，吃饱穿暖。大人，北境赤敌小股骑兵连日在周边游走窥探，主力随时可能南下抢掠苍渊。内有黄金余孽，外有赤敌虎视，苍渊如今腹背受敌，我即刻向上苍文通报险情。借一纸文书诬告他违规私聚兵马，密折送入京城，借钦差之手除掉心腹大患。
快马加急送往京城，万万不可延误。大人，赵帮氏暗中上书构陷您私去兵马，朝廷钦差带500禁军已动身，眼看就到城外。陆臣私吞官粮，擅自募兵，蛊惑流民，请钦差大人即刻索拿归案。单谈罪名无用，恳请钦差实地走访3日，眼见为实再判罪责。诉状里写满城恶票，流民作乱，眼前景象全然不符。多亏陆大人早警防疫，以供换粮，我们才从死人堆里活下来。这是张王李3位劣绅勾结赵帮师，屯粮抬价、雇人纵火的亲笔供致。果真如此，那便即刻前往封存粮窖查验赃粮。钦差明察，地窖本来就没有存粮，是陆臣刻意捏造证据栽赃陷害。没错，他想借着查粮吞并我3家家产。大人，物证凭空消失，足以证明陆臣居心叵测，理应立刻收押。钦差大人，地窖空空如也，便是最好凭据。陆臣无凭无据栽赃我等，还请速速将他拿下问罪。大人，人证物证全无，陆臣无端查抄乡绅，已然触犯律法，应当即刻收监。3位乡绅连夜暗中转移赃粮，我早料到此计。3日前便吩咐陈老根带人封锁所有出城楼口，等候人赃并获。连夜偷运官粮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好汉饶命，我们也是受人差遣。是谁派你们运送粮食？老实交代。是城内张王李3位乡绅，昨夜连夜吩咐我们把地窖封存的官粮分批悄悄运出城藏匿。贪墨赈灾粮草，诬告地方良吏，罪责难逃。省城上官施压，勒令从轻处置劣绅，不得深挖后台。这是劣绅与省城高官收受好处、互通包庇的亲笔信函，便是对方徇私枉法的铁证。劣绅徐庶抄家乏粮，流放边关，朝中权贵暂且搁置查办，往后仓间农事、城防民政，全由陆臣自组决代。总算保住开荒新政推行的机会。城郊荒滩无偿分田，谁开垦谁耕种，收成7成归农户自家，剩余3成折算做工口粮。荒滩动土斩断地脉，定会触发天灾大旱，万万不能开荒。起早贪黑开荒整地，好不容易播下种子，一夜全被祸害死了。连好好种地都要遭暗算，咱们再也不敢认领荒地开荒了。眼下街头流言四起，都说是开荒破了地脉才招致灾殃，不少原本想要垦荒的百姓全都打了退堂鼓。歹人故意撒盐毁苗，散播谣言，今夜派人彻夜蹲守，定要捉住作恶之人。陆大人料待定夜里还会再来撒盐毁田，所有人藏在树丛里屏息等候，见到背着布袋之人，立刻拿下。放开我们，我们只是受人差遣。人赃俱获还敢狡辩？老实交代，幕后同伙。尔等怀恨心正，恶意用盐碱毁坏青苗，耽误全城开荒大计，判罚全员无偿开荒3个月，以劳纵抵偿损毁田地。今日当众惩戒，往后再有蓄意破坏农业、散播胁迫谣言者，一律从严定罪。大人处置公道，
这下再也不怕有人暗中祸害庄稼了。秸秆粪污经过密闭发酵，就是上好农家肥，既能中和土地盐碱，又能滋养田地。从云层风向来看，3日之内必有特大沙尘暴来袭。刚开垦的农田没有防护，很容易尽数被毁。如今风沙将至，所有人分成2波，一队赶赴近郊山林砍伐耐旱卷木，捆扎草盘，沿着田边搭建防风沙围挡；余下众人深坑土地，囤积农家肥，夯实土层。短时间抽调大批百姓劳作，每日粥饭消耗剧增，府衙存粮损耗过快，后续缺粮易引发民怨。新开农田是来年全城活命的依仗，若被黄沙淹没，先前开荒投入尽数白费。耗粮是长久之计，必须抓紧赶工。多亏提前扎了草牌挡风，不然咱们辛苦种的庄稼就全完了。陆大人，我们也要分地开荒过日子。大人，南边传来急报，数万黄金溃兵被官军追剿，一路奔逃，目的地直指沧渊边境。黄金溃兵被官军追剿，直奔沧渊，他们缺粮小食，必然觊觎城郊新开田地，从开荒青壮里挑选2000人组建民兵。这群百姓平日只会务农，手中仅有锄头镰刀，没有制式兵器，如何抗衡常年厮杀的黄坚流寇？依我之见，暂时停下开荒，收拢所有人，退守城内布防才稳妥。田地是百姓活命根本，开荒不能中断，实行半日耕种，半日操练，农忙务农，闲时练兵，双线兼顾。四处战火流离失所，听闻大人收留流民开荒，小人世代打铁，愿留在城中开炉冶铁。这片院落交由你开设官办铁匠作坊，全城收缴破损铁锅、废弃铁器，主力打造耕种锄头镰刀。如需制作器物，只可少量打造田间驱兽用的简易土制响炮，不许锻造制式刀矛铁枪、重型工程火器。所有特殊道物全部登记在册，报备上级。小人定日夜赶工，优先保障农具出产，依规管控特殊器物打造。大人不好！500黄金先锋突然偷袭边境村落，数十名正在开荒的百姓被困村内，贼兵封堵村口，求救无路。立刻传令陈老根，紧急征召就近在册乡勇，火速驰援被困村落。大人，早前已依托沟壑地势，挖通山间溪流暗渠，聚水待命，陷阱也全部布设妥当，只等贼寇入套，分出一小队民兵，佯装不敌，边打边退，引诱敌军深入山谷腹地。这群农夫不堪一击，全军追上去，拿下村落，饱餐一顿。开闸放水！大人饶命啊！愿弃歌归降之人便入垦荒队伍，官府分地落户，凭借劳作换取口粮，再不用漂泊劫掠，刀口讨活。连年战乱，无地落脚，若能安稳垦荒，我等愿意归顺务农。将军，先锋全军折损，大半弟兄被俘开荒。区区小城折我兵马，集结剩余2000主力，3日之后踏平城郊所有垦田。对方2000久经沙场的贼寇，咱们民兵新兵居多，良田连绵难守，这仗该如何去打？黄金主力刚败，北境隐患暗藏，眼下全民分工，城中老者妇弱留守城内，生火煮粥，裁剪粗麻布缝制简易护具，轻壮分成2波，一波抓紧抢收早熟素豆，另一波加固农田外围壕沟，防备贼寇突袭抢粮。我即刻下乡统筹农户收割，保证颗粒尽数入仓。经过改良的试验田长势远超往年，
今年收成怕是要打破本地100年纪录。往年1亩地收成不足3斗，如今豆类粟米亩产翻了3倍有余，跟着陆大人开荒，总算吃上饱饭了。在这片高地修建半地下恒温粮仓，地下土层恒温防潮，新收粮食尽数入库，一边抵御荒年，一边囤积战备粮草，应对黄金余孽与边境隐患。带着金银去往北境，找到赤敌小部落首领，游说对方择机南下劫掠苍渊。是。大人，属下盯守赵邦树多日，查到其心腹携重金去往北境，许诺只要赤敌出兵袭扰苍渊，破城之后对半划分全城储蓄粮草。赵邦师屡败仍不死心，竟敢勾结外族祸乱边城，已然犯下通敌死罪。外族若是联合作乱，苍渊刚安稳的民生又要遭逢大祸。立刻快马传信边关哨卡，所有探族分散巡查边境山野，但凡发现游牧打扮的可疑之人，当即羁押。另外督促驻仓民呼昼夜赶工，各地民兵加练布防，粮草军械优先储备。临郡旱荒，颗粒无收，四处饿殍遍地。听闻苍渊分荒田，发口粮，我们全村结伴赶来讨一条活路。紧盯这几名新来流民，暗中尾随盯梢，切莫打草惊蛇。先前发现流民之中藏有敌人细作，即日起全城关口实行实名登记，入城者务必说明原籍村落、落脚去处。身份含糊，一律带回府衙讯问。是部落首领派我们伪装难民探查布防，准备配合大军攻城。将奸细收监关押，加派暗哨在街巷游走，全力排查潜藏余党。是。南山2000黄金尽数杀出，直奔粮仓与成片垦田。秋冬缺粮，拿下粮仓便可饱食过冬。全军全力冲锋！主力民军牢牢死守仓壁防线。陈老根，你带精锐从侧翼绕后，伺机切断敌军后路，前后合围。我即刻带队迂回赴后，切断敌军退路。死守住墙面，绝不能让贼人破仓！城墙破了，弟兄们抢粮！大人，仓墙被撞开，大批贼寇已经闯进粮库了。所有人按原定部署，点燃4周玉毛柴油，封死缺口，瓮中捉鳖。所有人按原定部署，点燃4周玉毛柴油，封死缺口，瓮中捉鳖。大人，这批百姓全是被黄坚沿路掳却，家园被毁，无处落脚，该如何安置？城郊闲置荒田尽数划配给你们。官府统一发2种农具，安心开荒务农，自力谋生。大人，黄巾军惨败，现已退守南山。没用的废物，白白耗费我的筹谋。那往后咱们该如何行事？暂且闭门蛰伏，收敛锋芒。连夜修书送往省城靠山处，想方设法搜罗把柄，日后再度构陷陆沉。昨夜突降寒霜，秧苗冻僵，再没有补救法子，全年口粮就全没指望了。马上启用秸秆铺土、田间宣坤2套防冻法子。
秸秆填埋苗根御寒，每日黄昏燃烧尸柴，浓烟笼罩田地，隔绝寒霜阵降。我即刻返回府衙，清点库房全部干草存量，按村落统计人口，分批配送至各个田间，绝不短缺防冻用料。要不是大人传授保全庄稼的妙招，咱们今年注定挨饿。周遭郡县粮荒粮贵，就沧渊粮价平稳。我们特意运货换粮，互惠互利。陆沉开官田，不动百姓开荒，咱们直接垄断所有铁器农具，锄头镰刀一概不卖，农具全攥在咱们手上。农户离了铁器种不了地，早晚乖乖上门，任由咱们漫天抬价。前几日一把锄头才20文，如今直接翻了3倍。辛苦开荒分到田地，反倒买不起农具开荒。这帮商话故意囤货卡咱们脖子，再这么下去，分到的荒地只能白白撂荒。大人，商贩联手控货，一把锄头价钱涨了3倍，不少农户分到荒地，却没钱置办农具开荒。扩大官办铁匠作坊规模，官府统一出资，收购零散铁矿与废旧铁器，大批量铸造锄头、镰刀，以成本平价售卖农户。除打造农具之外，剩余边角生铁留存，试验改良简易土炮、投石构件，以备日后边防之用。小人记下，分批试制，慢慢摸索炮型，杜据军械，两边绝不耽误。兽皮散制成皮衣，草木灰加工造块，过余货品对外售卖，营收尽数补充府库钱粮。是。城内老屋早已住满，新来百姓只能临时搭建草棚落脚，市容杂乱，还容易起火，长此下去绝非办法。后续扩建外城新区，统一规划民居用地，慢慢安排流民迁入正规房舍，先暂时稳住眼下局面。朝廷加急公文，即刻面见陆知府。定是赵邦申背后的省城高官暗中唆使户部，全然不顾沧渊边患未平，流民遍地，强行征粮，等于断百姓活路。沧渊半数存粮是边防战备粮与流民救济粮，万万不可外运，应遵旨意征粮。此前1年开荒救民的心血尽数作废。可皇命难违，公然抗旨，大人难免被朝堂问责。事在人为，我整理全府实情，上书朝廷，把沧渊难处一一列明，写明粮草需留存安置流云，驻防边防，派遣亲信快马加急送往京城中书，据实陈情，附上田地图样与历年受灾卷宗，佐证沧渊实在无力抽调存粮。小人明白，我连夜挑3份，分送不同衙门，确保文书稳妥送到。朝廷准免征粮，修路息费需沧渊自行承担，不得动用国库。修路方便商贸通行，长远能带动沧渊增收，本是好事。只是修路所需石料木料被劣绅渔莽勾结商户囤积，建材价格一夜暴涨数倍，黑心之人刻意囤货抬价，若是按市价采买，府库银钱根本不够用，修路工程怕是要直接搁置。不必受制于奸商，我已有对策，就地取材，开采荒山资源，绕开囤积建材的商户。我们不再向黑心商户采买建材，抽调闲散流民沁山采石，合规立木就地采伐，石料木料自给自足。大人，我这就带队划分采石工区，分批轮换开山，保证修路用料源源不断。
依托旧军屯地基，修建外城生新城墙，整座新城划分居住区、手工作坊区、连片耕种区，分区规整管理，杜绝流民胡乱搭建易燃草棚，一举解决城内住房拥挤难题。遵照大人规划，我们即刻丈量土地，合理划定各个片区边界。陈老根多年统筹开荒农事，经验充足，即日起升任农务总管，全权管辖全境垦荒两种分配事宜，定不负大人托付，管好全境农田收成。大人，南山黄金残部伙同周边山贼，半路伏击修路劳工，劫掠物料，挟持民夫。大人，匪寇躲在山中，时不时偷袭，劳工人心惶惶，修路已经被迫停工。山贼与黄金余孽盘踞山林，劫掠修路队伍，沿用伏击战术，依托山道预设陷阱，围剿匪众。大人饶命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，再也不敢劫掠完工了。首恶严加惩戒，协纵之辈，愿意开荒劳作便可免罪。经过大半年整治，内消匪患，外固农根，全城衣食不愁。外城城墙总算是顺利奠基开工，城墙筑成，新居民区建好，先前窝在街边草棚的流民就能搬进安稳新房落脚了。省城靠山明面不便出手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再度发难，伺机夺回沧渊转控之权。哼！陆晨步步稳固民生，手握民心与粮草，明面上很难扳倒，只能静待边乱突起，借外敌之手除去此人。大人，入冬之后，北境赤敌三大部落完成整合，数万游牧骑兵囤积边境，灭马临兵，筹备开川南下劫掠。天助我也！只要赤敌发兵攻城，陆晨疲于守城，便是咱们翻盘的绝佳机会。小人即刻回信上报省城大人，提早布局，静待战事爆发。开挖环城后城河，衔接城郊深井水源，引水入壕。河水既是日常城内水源，也是天然防御壕沟，阻拦骑兵靠近城墙。开挖河道工程量浩大，数万劳工如何统筹分工？粮草消耗也是一笔不小开销。百姓分成3波，一波修建外城城墙，一波深挖环城河道，剩余人手继续开荒拓田，按劳发放口粮，多劳多得。新开田地收成，还能反向填补用工损耗。小女苏婉，一路漂泊行医，听闻大人广招医者，想在城内开设药铺行医救人，分文薄利即可。眼下城内病患防疫缺少人手，你与老军医配合，统筹全城医药防疫体系。官府划拨闲置铺面，帮忙筹建普惠药府。有苏姑娘秀助，百姓看病抓药更方便了，往后疫病管控也能省心不少。此处是宗族旧时祖产禁地，地下连着祖坟地脉，不许随意开挖损毁。挖河是全城惠民公事，并非刻意冒犯宗族。动祖地万万不行！想要动工，先给我们全族一个说法。遗址下是旧时军屯粮仓，挖出陈年存粮，可做全城应急储备，抵御荒年与外敌围困。官府划出近郊上等实地补偿宗族，后续3年全族新开田地免除赋税，实打实给到好处。祖地传承100年，贸然开挖，族人心里难安。但若官府兑现田地赋税的承诺，为全城百姓活命，我等可以让步。有上等荒地补偿，还能免税，也算不负先祖。
依托原有地基扩建大型官仓，库房一分为三，一处封存边防战备粮，一处留存灾荒赈济粮，最后一处单独存放优选粮种。3类粮食分区隔绝，分开记账，避免混用损耗。谨遵大人吩咐，严格按照图纸分区修建仓室。眼下苍渊粮仓充盈，粮价低廉，咱们联手封锁所有内陆通商要道，断掉药材、生铁输送渠道。城内缺原料，必然物价暴涨。等到陆沉无计可治，只能抬升市价，咱们便能坐地起价。我立刻联络全城同业，即日起暂停向苍渊输送刚需货物。大人，内地粮商联合封路，铁器药材日渐滚缺，铁匠工坊缺原料停产，药铺药材见底，农事防疫双双受阻。既然内陆商路被封，咱们另辟门路，派联络北境安分的赤敌中小部落，边境开设官方民间护市，用过余存粮交换铁矿原石、牛羊兽皮，绕开黑心商户的封锁垄断。小人即刻带队奔赴北京，游说各部首领。往年部落缺粮，年年挨饿，部族老小再也不用为口粮发愁。抓紧点燃仓外柴垛，烧掉苍原储备粮草，大军南下便再无阻碍。别动！早就盯上你们这群伪装商贩的奸细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带去府衙交由陆大人审问，看背后是何人指使纵火。大人，昨夜粮仓抓到数名敌人密探，可见外族奸细混迹城内。若不布防，各处粮仓、攻防随时有被焚毁的风险。全城划分5大大平区，组建常态化夜间巡逻队伍。街巷、粮仓、城门3处为重点值守点位，实行轮班巡查。但凡外来留宿商贩，一律登记备案，不定时入户盘查，从源头严防奸细纵火破坏。末将立刻抽调在岗民兵，拆分巡逻班组，今晚就启动全城夜巡制度。大胆贼人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我们等候多时了。我诚心开放边境护市，以稀缺粮食换你们矿产皮毛，互利共生。可你的部众屡次乔装商贩潜入苍渊，放火毁仓，纵容细作入城，便是违背通商盟约。再不改过，我当即终止全部粮食贸易，彻底断绝部落购粮渠道。是我管束不力。回去之后，立刻定下严苛族规，严查派往苍渊的族人，严惩是奸细，绝不再出现同类事端。陆大人，省城急见，朝廷委派通判大人赶赴苍渊，即日到任。省城派员前来，是要更改护市规矩。来者意在全盘接管全城官仓，抽调储备粮食。若是粮仓异动，边境粮食贸易恐怕也要受牵连。万万不可！苍原缺粮，我们部落也断了粮源。本官奉省里旨意前来上任，即刻全盘接手苍渊所有官仓管理权，抽调大半库存粮食运往省城，这是明文定下的朝廷法制，陆知府不可借故推诿阻拦。通判大人，苍渊眼下边防紧绷，万万动不得战备存粮。北境数万赤敌部族厉兵秣马，随时挥师南下。南山黄金残余匪寇仍在山林游荡，伺机作乱。仓内存粮，一半是边防军饷，一半是数十万流民保命赈粮。倘若大半粮草尽数外运，一旦战事突起，城中无粮支撑，数十万百姓陷入饥荒战乱，这个罪责谁能承担？我们披星戴月开荒垦地，流血流汗，才换来满仓粮食。这些粮食守城安的命脉，绝不能被凭字逃走。
强行征粮，极易引爆民变，看来只能暂时搁置调粮方案。百姓抱团阻拦，明面调粮行不通，以乔装百姓四处打探，搜罗陆臣任职以来所有疏受过失，整理成册送往省城靠山，抓住把柄后再伺机夺权夺仓。眼下通判忙着找陆臣的错状，粮仓守备松懈，正是捞好处的良机。咱们分批悄悄挪出库粮，市面粮价居高不下，官粮我高价收，只要货能安稳送出去，银两少不了各位。万一被陆大人查到，咱们怕是要被罚开荒受罪。哼，风声紧便收手，趁现在空子多，抓紧赚上一笔。启禀大人，近日城内黑市流出大量低价官粮，成色粮种与官仓储备完全一致，经查是值守吏员内外勾结，私道倒卖。官仓粮草是全城军民的保命根基，竟敢有人私道倒卖，以权谋私，简直罪无可恕！即刻封存所有粮仓账册，封锁库房，顺着黑市粮源彻查到底，绝不放过任何住址。所有涉案仓吏即刻革除公职，剥夺俸禄，免去牢狱，全数发配城郊荒地，无偿开荒抵罪，限期半年补其损耗。往后所有仓管人员轮岗值守，每月对账核查，杜绝贪腐漏洞，以儆效尤。请到。从今往后，官营粮铺常年开放，按照成本价售卖粮食，兜底保障百姓口粮。每逢灾荒战乱年月，官府强行限价控价，彻底斩断黑心商户囤粮抬价的门路。是啊。陆大人，田里突发虫灾，虫子铺天盖地啃食庄稼，土法子全都没用，夏粮就要绝收，求大人救救百姓！普通土上治标不治本，想要遏制虫灾，必须多措并举，全域统筹。白日组织全城乡民下地人工捉虫，集中深埋处理；夜间在田间设油灯，利用飞虫趋光习性集中诱杀，同时把草木灰均匀撒入田笼，依靠灰粉驱虫护苗。老朽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般高效的治虫法子。往年一旦爆发虫灾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绝收，颗粒无收。多亏大人聪慧施策，救了整片良田。今年咱们沧渊的夏粮收成，定然还能再创新高。农事为本，百姓温饱是守城安邦的根基。只要庄稼丰收，百姓安居，便是最大的安稳。启禀陆大人，北境急报，赤敌3部彻底完成整合，尽数归顺大汗。现已集结上万精锐骑兵，日夜操练，敌军敲定入秋全军南下，咱们正是他们首要劫掠攻取的目标。赤敌蓄势待发，秋末战事必不可免。眼下必须抢在战前收进夏粮，囤足粮草，整肃军械，修缮城防，操练民兵，全力备战，死守沧渊。启禀大人，北境赤敌3部尽数整合完毕，战马、粮草、军械全部筹备到狱，骑兵阵列日夜窜练，随时能大举南发兵，兵锋直指沧渊。沧渊兵力单薄，边防线长，难以独自抵挡数万铁骑，即刻快马加急送往京师。据实上奏微举，恳请朝廷调配援兵、军械、粮草，协助驻院御敌。这群朝中高官全然不顾边境死活，借口国库空虚，不发一兵一卒，不拨半钱粮草，只勒令我们死守城池，分明是赵邦氏残余旧党暗中作祟，刻意打压刁难，眼睁睁坐视沧渊深陷绝境。朝堂派系之争祸及一方百姓，既然朝廷无援，我们便只能依靠自己，自立死守沧渊。北境铁骑数万压境，朝廷又不肯发兵支援，
苍原已是孤城一座，根本无力坚守。速速收拾金银细软、贵重货品，连夜备好车马。老爷说的没错，大兵将至，孤城难守，留在城内便是等死。早早出城，逃往内渡避难，才能保住身家性命。还都政权了。急报！赤敌先锋骑兵提前南下，绕开边防哨卡，突袭苍原外围所有附属村落，各处参寨尽数遭袭。兵爷，开城门吧！村子被赤敌烧光抢光了，我们无家可归，再留在城外，入夜必死无疑。敌人见物就抢，见物就烧，我们只求进城活命，愿意干活抵粮，绝不拖累城中。我们只求进城活命，愿意干活抵粮，绝不拖累城中。我等何尝不知你们凄惨？可大人有军令，无令开城乃是死罪。如今敌情不明，贸然放大量流民入城，恐混有敌人细作，雷击全城安危。陆大人，赤敌铁骑横扫边境，我们的家园、田地、村落尽数被毁，方圆百里再无安身之地。我们不求官府白养，只求能入城落脚，有地耕种，有力干活，换一口口粮活命。乱世之中，百姓最苦，即刻下令开放城郊所有闲置荒地，统一划分区域安置全部流民，全城推行以工换粮制度。但凡参与开荒拓田、修筑城防、搬运工事之人，一律按劳分发口粮，绝不让一位难民挨饿受冻。大人万万三思，此次涌入难民数以万计，人数太过庞大。如今战前存粮本就紧张，如此安置，府库存粮消耗必将翻倍暴涨，而且数万青壮流民无处安置，无人管束，一旦生乱，城内腹地危矮。如今大敌当前，人口便是守城最大的底气，闲散青壮放任不管才是隐患，尽数收纳，方能安定人心。所有适龄青壮年难民就地整编入伍，编入守城新军，统一操练，统一管束，既解决流民安置难题，又能快速扩充城防兵力，充实守城战力，一举两得。你们原为流民，今日入伍，便是苍渊守城将士。全军分斥候、步兵、辎重3营，各司其职。斥候探敌预警，步兵御敌守城，辎重保障后勤。全军专攻实战，不务虚功，务必人人能战，守土安民。末将谨遵大人军令，定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操练，绝不松懈。所有人听令，放弃花哨阵型，专攻队列协动、山地伏击、城墙守备、紧急成员4大实战战术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练好本领，守住家园，方能护住家人温饱安稳。事情办妥了，陆晨近日大肆扩军布防，城防变动极多，旧图纸毫无用处。放心，是最新完整版布防图，城墙薄弱点位、驻军分布、粮仓具体位置、夜间值守换班时间，全部记录详细，一目了然。太好了，有这份桑图，赤敌大军便可精准避实击虚，绕开重兵防线，直捣粮仓与城防软肋，苍渊破城指日可待。你立大功一件，待事成之后，赵大人必有重金厚赏，官职许诺。只求事成之后，能摆脱这微末差事，谋个安稳前程。大人，昨夜那名被收买的旧衙役，已然偷偷携带城防图纸潜逃出城，连夜送往赤敌大营，全程未露破绽。我早已察觉府衙藏有内鬼，只是迟迟没有打草惊蛇。如今内奸主动送图出城，恰好正中我下怀，不必派人追捕，咱们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。大人，那可是全城布防机密，一旦落入赤敌手中，对我军极为不利。为何放任奸细传递情报？敌军生性多疑，唯有拿到看似详实的布防图，才会放心入局。你即刻绘制一份假舆图，
故意错标粮仓兵力与城防弱点，留出致命破绽，摆在桌案，让内奸取走送往前线。即刻封锁府衙内外，全城彻查潜伏奸细，顺着私通外敌、收贿贿赂的线索深挖到底，绝不姑息。大人，所有潜藏内验技术抓获，无一漏网，皆是常年潜伏在府衙的旧人，长期为赵邦司传递情报、通风报信。我经营多年，苦心经营的势力彻底土崩瓦解，如今我被困于此，孤立无援，再无半分助力，只能寄望赤银与黄金联军能一举攻破苍渊，扳回战局。大汗已整合全军，秋末即将大举南下。特来与头领缔结盟约，届时赤敌大军正面攻城，你率黄金残部从南山侧翼突袭，南北双向合围苍渊。破城之后如何分利？城池粮草、田野土地对半平分，残部可就地割据南山地域，互不侵扰，各自安生。一言为定。我部蛰伏数月，休养兵力，只待秋末联手发难，一举攻破苍渊。大战将至，军械为先，攻防即刻加派人手，昼夜轮班，大批量铸造土炮、投石机与巨马利器，全部布防在城墙关键隘口，同时抽调民夫，深挖环城隐秘背道，留作战时骑兵暗道，以备突袭反扑。大人放心，全坊工匠两班倒不停工，赶在敌军合围之前，配齐全城守城虚械，绝不延误战机。陆大人仁德爱民，凡愿归顺者，一律划配荒地，配发抢粮，安家落户，既往不咎。反观赤蹄，只知劫掠屠城，抢夺粮草，毫无信义可堪。联军破城，你们终究只是弃子，白白送死。赤敌凶悍贪婪，此番结盟确实风险极大。若是能安稳种田求生，何苦再做流寇作乱？我等受主帅打压，缺粮度日，实在难以立足。今日特带手下前来归降，愿在苍渊开荒守土，戴罪立功。陆大人，我等在黄间营中常年受主帅苛待，粮草被层层克扣，手下弟兄饥寒交迫，难以度日。听闻大人善待流民，安民护民，今日特意弃暗投明，愿归顺苍渊，开荒戍边，戴罪立功。既然有心归顺朝廷，弃恶从善，我便信你一次。你们暂且在城外空营休整安顿，待核查完毕，便为你们分配田地、农具，安住定居。大人，属下近距离探查发现，这批人行囊暗藏锋利兵刃，身形挺拔，气息沉稳，根本不是落魄逃兵，分明是刻意伪装的诈降内验。我早已察觉异样，正好将计就计。你即刻暗中调配精锐民兵，在营外密林四面埋伏，佯装全然不知，稳住这批贼兵。等他们传递情报，露出破绽，我们再一网打尽，顺势摸清黄金主力的精准进攻时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黄金主力将于3日后全军出动，专攻城南城门，试图借内验破城。启禀大人，北境急报，赤敌数万前锋铁骑已然行军至北门外10里平原，现已就地安营扎寨，休整备战，随时可全军压境，合围苍渊。北敌黄分两路强敌步步紧逼，即日起全城实行战时管制，暂停所有非必要筑城拓荒基建，粮食、生铁、剑子、布匹全部由府衙统一调配，优先供给城头守军。大人，骤然施行物资管控，等于约束市井商户生计，难免引发民间抵触。城内散落大量民间物资，我们如何平稳收拢，避免滋生民怨？发布告晓谕全城，自愿捐粮捐物者，战后加倍补偿田地与粮米，官府绝不白拿百姓物资。我等谨遵大人政令。
即刻返回各坊街巷，逐户宣讲战时规矩与补偿政策，安抚民心，动员百姓共守家园。往年灾荒是陆大人救我们全城百姓活命，开荒保富。如今大敌围城，守护苍渊就是守护自家，我们百姓绝不能袖手旁观。敌人和贼兵马上就要攻城，咱们帮军士多缝一件护器，城头将士就多一分保障，苍渊就多一分鹌鹑。我也快快帮忙缝好铠甲，守住咱们的家。战时无闲工，全力锻打箭头，修缮投石机，加固守城器械。多一件军械，城头便多一分战力。启禀大人，2万黄金主力尽数开出南山密林，全数屯坐在南门外关隘之下，营寨已然成型，随时可以发起进攻。快看北面，遍地都是赤敌骑兵，阵列铺得无边无际，战马成群集结，人数绝对不少。南边也彻底封死了，皇军贼营一座挨着一座，连绵数里，根本看不到尽头，咱们彻底被围住了。启禀大人，南北2路敌军已然完成合围，北门外赤离铁骑列阵备战，南关黄金大营扎守稳固，苍渊彻底被围死。大人，南北通道彻底被敌军封死，城外讯息断绝，粮草外援无望，我们已然陷入死守绝境，毫无退路。越是绝境危局，越要严防内患，传令全城值守，严查每一处城门街巷，可疑人员一律扣押，绝不姑息。只需撑到两军攻城当晚，我已买通3处城门值守，届时开城门放敌军入城，破城攻城，我定能东山再起，重展权势。启禀大人，赵帮是贼心不死，私通外敌，已买通3处城门手足，待攻城时开城门叛敌县城，内外夹中破我苍渊。大人，赵帮师暗中勾结3处城门守将，只待敌军攻城便开门献城，是否即刻抓捕叛卒，肃清内患？暂且不动声色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敌寇未发总攻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。你即刻抽调我亲训精锐民兵，分批轮换3处城门守军，将被收买守将调离原岗看管，不露半点破绽。属下即刻安排，连夜悄然换防，绝不惊动叛卒与外敌眼线。如实交代，何人指使你勾结外敌，私传密信？是狱中赵帮师牵头通敌，收买守将，约定攻城之时开门支应。赵帮师，你买通狱夫，私传密信，勾结外敌，约定攻城县城，里应外合，倾覆苍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辩？一派胡言，皆是旁人栽赃。我被软禁在此，寸步难行，何来通敌之计？近时已全盘招供，3处被你收买的守将尽数落网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你狡辩。全员就位，城头预埋土炮，即刻点火，集中轰击城下密集敌阵。全军暂且后撤10里休整，重整阵型，养精蓄锐，再谋攻城。大人，连日守城，粮草消耗远超预估，再敞开供应难称长久。即日起，全城口粮按人头定量分发，守军优先保障，百姓安需申领。粮草短缺已是定局，当下唯有节油方能稳住局面。你即刻带人提写配粮告告，连夜张贴全城各个街巷。属下遵命，即刻落实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城南有异动，是黄金残部大举来犯，贼军刻意避实击虚，趁我北城主力牵制，偷袭南城，全员列阵御敌。速传令城中留守兵力，即刻驰援南城。
大人，大事不好！黄金残部全军突袭南城，城墙已多处破损，我军兵力不足，双线受敌，战局快却要撑不住了。赤敌与黄金看似结盟合围，实则各怀鬼胎，互相猜忌，这便是我们唯一的破局之机。你速记好，第一封密信仿黄金主帅笔记，谎称黄金早已暗中与我私通议和，约定破城后独占苍渊存粮土地，背弃与赤毒的盟约。第二封仿赤敌大汗手记，捏造密报，扬言破城后先屠尽黄金残部，再独吞全城粮草物资。属下明白，此计精准戳破两军猜忌，让他们互生前隙，自断同盟。我即刻分两路前行出城，将密信送入两营，务必让两位首领亲眼阅览。好一个狡诈的黄金贼寇！嘴上结盟共取苍渊，背地里竟私通官府，独占战果，简直背信弃义！赤敌匹夫好生阴险，竟想破城后屠我部众，独吞苍渊，狼子野心，歹毒至极！不好，是陆沉的离间奸术！传我军令，全军即刻集结，倾尽兵力，猛攻南齐，一切代价，务必攻破苍渊城墙！是。如今敌军内讧，正是我反击的绝佳时机。我留下大部分兵力，交由你二人调配，分守东西南北四门，严防敌军趁乱偷袭，坚守城池，稳守防线。大人放心，我与陈老根定死守城门，寸步不退，绝不辜负托付。黄金全力猛攻南城，后营粮草种地，守备空虚，正所谓打蛇打7寸。今夜我们直捣其根基，火烧粮营，断其补给，让敌军不战自破。全员隐匿行踪，严禁出声，伺机行动。不好！后营起火，我们的粮草全被烧了！传令全军暂缓攻城，就地休整，收拢兵力。是。黄金粮草尽毁，已然是强弩之末，成了废旗，再无联手价值。传令全军即刻整装发力，我部单独强攻北城，独自拿下苍渊。破城之后，全城金银粮草物资尽数归我部族所有。这批敌兵疯了，完全不计损耗，城墙裂口越来越多，我们人手实在不够，再守下去根本撑不住。就算撑不住也得撑，身后就是苍渊百姓，我们退一步，全城老小就全完了，死守到底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官军将士日夜死守，拿命替我们挡着外敌。如今城墙快守不住了，我们难道就躲在这里，眼睁睁看着城池沦陷，家人遭殃吗？说得对，无兵无将，上有百姓，我们虽是布衣，也知守土有责。老弱班师运料，青壮上城助战，军民齐心，定能守住家园。诸位将士谨记，如今敌军主力猛攻北城，但其生性狡诈，极有可能佯装主攻，暗中偷袭东西城门。所有人高度戒备，但凡发现敌军佯攻异动，即刻燃放烟火示警。各门兵马见信号，即刻相互驰援，死守城关不失。北城城墙破损严重，守军兵力枯竭，民心虽聚，却战力不足。今夜全军休整备战，明日拂晓即刻发起全线总攻。一军大横！
北城缺口失守，全军无需慌乱，即刻传令各处预留预备兵力，放弃外围小幅防线，犯速驰援北城缺口。所有人结阵阻敌，卡顶接向要道，拖住敌军冲锋节奏，誓死守住内城。大人，撑不住了，敌军源源不断入城，我军将士伤亡过半，防线彻底溃散，再阻拦不住，用不了多久，整座苍渊城池就要彻底陷落了。所有人速速后撤，点燃缺口两侧预埋的油脂干柴，以火堵城，截断敌军冲锋通路。大汗，大事不好！后方粮草大营迅遭敌军突袭，全军粮草尽数被焚，后勤彻底断绝。大汗，我军前路被火枪阻挡，久攻不破，后路粮草尽毁，士卒军心大乱，再耗下去，全军必败。撤！即刻传令全军，放弃连夜撤回北境，舍弃所有辎重，从速突围，不得列阵！传令全军休整整顿，恢复战力，击退敌军并非终点，即刻整兵南下合围南山，彻底剿灭盘踞此地的黄金残部，根除苍渊所有隐患。南山山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贸然强攻徒增将士伤亡。你即刻带人封锁所有山道隘口，截断山中全部水源，彻底断绝贼寇粮水补给，围而不攻，耗其战力，乱其军心。大人思虑周全，这帮黄金残柱困守山山，本就粮草匮乏，如今水源粮道尽数被断，山中存粮撑不过半月，不出数日，贼寇定然军心溃散，不攻自乱。已经3天没水喝没粮吃了，再耗下去不用官军打，我们全都要饿死渴死在这荒山里面。滚开！这点抢粮是我的命，谁也别想过来抢！守什么守？官府断水断粮，困死荒山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大胆！敢言降者便是叛贼。主帅说坚持必有转机，谁敢私逃下山投降，我第一个先斩了谁！别听他空话骗人，没有粮草，没有援军，根本没有转机。想活命的都跟我走，现在就下山投降官军。贼寇军心已乱，无力顽抗，全军即刻发起总攻，稳步推进，清剿残余逆贼，彻底平定南山。圣旨到，陆臣镇守苍渊，退敌平贼，护境安民，功行卓著，圣上破格提拔10百陆臣苍渊正印知府，即刻履职。赵邦士，你身为苍渊官员，食一方水土，受一方安宁，却心怀歹念，罔据律法。经查实，你私通外敌，暗通消息，祸乱城防，贪没朝廷赈灾粮款，克扣百姓活命口粮，致使无数灾民流离失所，更屡次罗织罪名，构陷正直官吏，搅乱苍渊吏治民生，桩桩件件罪无可赦。今当庭宣判，赵邦私通敌，贪没3害百姓，祸乱地方，交由朝廷刑部依法处刑。其余早年与其勾结为祸乡里的劣绅余党，依罪责大小逐一量刑，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好，判得好！这魏妃坐逮多年，欺压我们百姓，今日总算恶有恶报。从前官绅勾结，有冤难伸，多亏陆大人秉公执法，为民除害，我们苍幽百姓终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了。诸位过往误入歧途，皆是乱世，身不由己。陆大人仁慈宽宥，既往不咎。今日统一划破城郊荒地，按人头均分田地，配发谷种、农具，准许你们就地落户，安家开荒。王爷。大人，京城密报，
此前因您整顿粮贸、清查贪腐而失势的一众省城高官，丢掉西北粮贸暴力肥差后怀恨在心，始终不甘落败。如今暗中串联旧部党羽，笼络地方爪友，已然暗中布局，准备再度罗织罪名，针对大人发难。这群权贵贪腐成性，心胸狭隘，见苍渊日渐兴盛，必然视我为眼中钉。不必慌张，静观其变。我自问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任其搬弄是非。谁能想到，短短1年时间，苍渊便脱胎换骨。从前是粮草断绝、人人待毙的孤城绝境，如今良田万顷，兵民安居，蜕变成稳固的边防要塞。这般政绩，放眼整个西北地界，都是绝无尽有。大人，省城联合周边数府官员抱团结党，共同向朝廷递下联名弹劾文书。他们诬告您手握重兵私占万顷良田，蓄意培植势力，割据西北，心生异心。省城一众官员嫉恨苍渊崛起，断其财路，便抱团构陷，污蔑我拥兵自重，意图割据。但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一味固守辩解，只会坐实谣言。我即刻动身前往省城，当面自证清白，当庭对质一众贪官污吏，揭穿他们结党营私、恶意诬告的真面目。我不在苍渊期间，你全权赶辖全境农事垦荒，流民安治，稳住春耕，保障良田生产，百姓安居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定死守农事，安抚流民，稳固后方根基。你留守城内，统筹全城防务，把控城门关卡，打理日常政务，稳定民心秩序。属下谨守城池，严查异动，稳固城防，等待大人归来。大人此行凶险，务必保重。汇总历年开荒账册、边防战绩与流民救济详细，整理成册，随我动身。大人，密探急报，省城贪官重金招募死士，在前方山道设伏，意图半路截消灭口。这群狗官，朝堂诬告不成，便想动用私刑铤而走险。诸位小心戒备，稳步前行。既然他们执意拦路，今日便好好会一会这批亡命之徒。全员结阵，依托地形御敌，严防贼寇近身。大人饶命，小人知错。我等皆是穷苦亡命之徒，被人重金雇佣，威逼利诱，实属身不由己。尔等受人钱财，替人卖命，刺杀朝廷命官，罪无可赦。但念你只是棋子，留你性命，随我赴省城，当堂作证。哼，陆晨，你镇守苍渊，私屯粮草，私练重兵，霸占西北疆域，俨然割据之势，即刻交出兵权与粮仓管理权，听候朝廷核查。大人，陆晨坐拥苍渊重兵良田，独断专行，目无律法，刻意割据一方。我等联名弹劾，句句属实，绝非诬告，还请大人即刻定罪，以正视听。诸位大人口口声声控告我割据擅权，今日我便当众揭开诸位的真实嘴脸。这是省城高官雇凶灭口的亲笔密信，这是你们历年私下勾结贪腐分赃的往来私信，每一笔往来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最后这份是你们前程垄断西北粮贸、哄抬粮价、搜刮民脂的完整账册。你们长期封锁西北粮路，每逢天灾便囤积居奇，靠着垄断粮食压榨百姓，中饱私囊。我在苍渊开荒囤粮，稳驾安民，救济流民，断了你们的暴利财路，你们便罗织罪名，抱团构陷，甚至不惜半路截杀。钦差大人明鉴，西北大旱，全域受灾，
各州府粮仓空虚，无力赈灾，全靠仓约持续外运存粮接济，才稳住各地灾情。即刻派人逐一核对历年粮运文书与赈灾账不得有半分差错。不是跟我有灵的名家了。诸位大人许诺，只要赤敌各部即刻陈兵边境，挑起战乱，逼迫朝廷撤换陆臣，事后便彻底开放西北粮路，无偿供给粮草物资，与各部永久通商，互不侵扰。少长，是省城一众高官通敌密信，他们私通赤敌残余部落，许诺开放粮路，输送物资，借外敌之手干预朝堂人事。此事关乎通敌叛国，边疆安危，刻不容缓，即刻派人快马加急，连夜将密信送往省城公堂，呈到钦差大人。大胆！一众朝廷命官不思守土爱民，反而结党营私，贪腐祸民。如今更是私通外族，勾结外敌，以势为筹，马谋一己私利，简直罪不可赦，丧尽天良！来人，将所有涉案官员尽数收押大牢，严加审讯。顺藤摸瓜，深挖西北的冯属党钮，基层爪牙。陆臣镇守苍渊，退敌安民，赈灾护境，功绩卓著。今特准苍渊独享屯田自治权限。全境军政、农事、民生政务皆由陆臣自主管辖，不受周边府衙结衡掣肘。臣谢圣上隆恩。苍渊地广土阔，但风沙频发，土地贫瘠，水利匮乏。今日起，我们系统性改造整片戈壁荒滩。第一步，分篇栽种耐旱灌木，构筑防风林带，锁住风沙，固住水土。第二步，开挖灌溉沟渠，搭建完整水利体系，解决旱地缺水难题。第三步，推行轮耕修田，养肥地力，护好耕地。最后引进高产良种，科学耕种，稳产丰收。如今全西北唯有苍渊粮足价稳，无盘剥无封锁，做买卖最安稳。大人，急报！中原腹地突发大规模叛乱，叛军攻城略地，战火蔓延数州，战局危急。今中原大乱，叛军四起，数州沦陷，官军平叛损耗惨重，粮草兵源极度匮乏。圣上口谕，令苍渊即刻抽调半数存粮，半数精锐新军，火速驰援中原战区，补给前线军需，助力平定叛乱。陆知府，中原战局糜烂，朝廷眼下无粮无兵可用，全军上下皆盼西北粮草兵马驰援，此事关乎国本，容不得半点拖延。大人，属下斗胆直言，此事万万不可草率执行。若是抽调过半粮草兵力，北境赤敌残余随时卷土重来，苍渊兵防瞬间空虚，数十万百姓再度陷入险境。大人，北境急报！赤敌散落各部，听闻中原大乱，朝廷无暇西顾，已然摒弃前嫌，停止内斗，尽数收拢溃散残部，在边境山谷暗中集结，人数越聚越多。大人，最新哨探消息，赤点不止收拢残兵，还在暗中整顿战马，磨砺包刃，囤积粮草。各部已然结成松散联盟，全城整戈待命，摆明了就是坐等我城抽调兵力，后方空虚，伺机南下劫掠。大人，赤敌已人集结完毕，虎视边境。若撤调半数兵马，粮草援中，苍渊防空虚无援，外敌转瞬南下，数年基业，数十万百姓尽数不谷。抗旨不远，是违逆国法，坐视国难；抽兵成援，是置苍渊百姓于绝境，愧对一方父老。援则城破，不援则罪加其身，横竖皆是死局。如今局势内外交困，抗旨是祸，抽干边防亦是死路。我思得折中方案，
两全愈显。府库仅调3成余粮驰援中原，以遵皇命，堵朝堂非议。全军主力尽数留守，死守北境，防赤敌南下。即刻全境招募青壮补全兵员，开荒屯粮，充盈府库，加急修缮边境工事，稳步筑牢沧渊防卫根基。大人此策最为稳妥，既遵皇命解国难，又护百姓固边防，一举两得。我即刻下乡督办要务，一边安抚乡民，征收新饽余粮，充实府库，一边筛选青壮，招募新兵，加紧操练，确保粮草兵员双向增收。属下领命。我即刻统筹全县边防，带队巡查北境关隘，全面修缮城防，加固工事壁垒，昼夜安排岗哨轮值，紧盯赤敌动静，严防敌军趁机偷袭贸然南下，死守沧渊门户不失。你二人各司其职，即刻行动，务必稳中求进，稳住沧渊大局，熬过此番动荡危局。短短数年，沧渊从缺粮孤城变成万顷粮仓，如今存粮充盈，甲冠陇右，西北再无第二处这般富足。多亏大人安民垦荒，稳商储粮，才有如今盛景。沧渊已是陇右第一粮仓，西北最后的安稳根基。圣上密诏，传陆臣即刻整肃全军，亲率沧渊主力大军即刻启程，火速入京秦王驰援帝都，不得延误。回想当年，这座孤城恶殍遍野，人人待死，我们步步路险，日日煎熬，谁也不曾料到，短短数年光景，沧渊能脱胎换骨，成为兵卒粮盟、百姓安乐的西北第一重镇。如今沧渊仓流充盈，兵强民富，数年心血方才换来这安稳盛世。可圣上秦王密诏高悬头顶，入京秦王与固守边防两难取择，实在无从抉择。北境赤敌收拢残驻，陈兵边境秣马厉兵，日夜觊觎沧渊良田粮草，只待我军抽身便大举南下。中原战火燎原，叛军肆虐，帝都危在旦夕，王朝根基岌岌可危。前路两条路，步步皆是险途。大人，军心已备，粮草充足，如今只待您一声令下，究竟是守边护民，还是南下秦王？大人，一边是全城百姓基业，一边是王朝家国大义，还需您定夺。我守沧渊数年，护的从不是一城安稳，而是天下生民。传我将令，全军整军，择日南下秦王，同时留重兵固边防，死守沧渊门户。